准备好了，闪开！预备，放！都很好，靶身情况正常。今天的爆炸试验证明，三节核小组提出的打开第一孔和隧道的排查方案完全可行的。这一来，淤在水库的泥沙就可以排出去了。哈哈，这是开门办学，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成果呀！对。绿豆汤可真解渴呀！大娘啊，再来一碗。好，喝吧，孩子们，今天大娘管够。小红姐，这有刚摘的嫩黄瓜。中，给你喝汤吧，我爱吃黄瓜。哎，小红啊，你可别把这筐黄瓜都吃了啊！多给江涛留2根。江涛从小就爱吃黄瓜，今天我特意给他多摘了些了。田大娘啊，就是很老姜。哦，文教授，来，快喝一碗吧。哎，文教授，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和大家一块儿干，锻炼嘛。哎呀，你们这开门办学，可真办到我们贫下中农心坎上来了。来，你看，自打杨专家设计了这个大坝，淤了一水库的泥沙，把咱这儿几10万亩的好地都上了碱了，打不出粮食，给国家做不出贡献。哎，咱贫下中农心里难受啊。是。自打老姜带着你们这些学生老师们来，整天间和这工人一起攀山下河，风里来雨里去，一个心眼儿，要把这水库的泥沙给治住。这都是你们学校教育的好。大娘，我们做的还很不够，还要请您多提意见。嗨，有什么意见？我是舍不得你们走啊！哦，什么走？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几个老婆子连夜赶出来的，送给你们做纪念，1人1个。那真好看。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土，大娘，您这是？这是黄河边上的土，这土里有咱们穷人的泪，有革命烈士的血，有贫下中农的汗呐。你们带着它，不论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黄河。大娘，毕业以后我们也不走了，就在这块土地上
扎根，是真的，是真的。哎呀，太好了！您看，这是我们向校党委表示毕业后当农民的申请书。你看，开门办学，开门办学，都不想回去念书了。表了这么多的决心，毕业后还要当工农。哼，大学毕业当工农，那还上大学干什么呀？就是嘛。乔主任，薛教授有命令，你这是到哪儿去啊？省水利局调我回去工作。哦，好啊，好啊，好啊，好，祝贺你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活呀！谢谢，再见，再见啊！他不是你当年那个高材生吗？是啊，可江涛说他是思想反动，白砖典型，还遭受过批判。哦，其实还不就是多读了点书吗？现在大学生的水平，连他一半也赶不上。江涛同志，布谷鸟飞到草滩，是为了报告明媚的春天；写给党的话语，是为了表达真挚的心愿。卓玛，黄河的深浅，看看浪花就知道；翻身农奴女儿的心愿，看看行动就知道。同学们，你们都是报春的，经过几番风雨，迎来的必将是万紫千红。我支持你们，同学们，贴出去。老姜，你快去看看那些大字报吧。对，越来越出格了。就是说什么大学毕业后当工农，我们做领导的可要往正道上引呐！老乔啊，同学们大字报写得好啊！正当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引诱青年们走上特权阶层的时候，我们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学生，自愿的和工农划等号，这是中外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可喜成果呀！江涛同志，你是工宣队负责人、校党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情况当然比我们了解得多。听说教育要整顿了。哦，你们很敏感嘛？啊，你怎么？我乔夫人呐。哦，宋秘书。什么？啊，好极了，好极了！韩小芳，来，你爸爸官复原职了。啊，还是省委第一书记。嘿，哎，明天下午2点钟的班机。小平同志这次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吃饭。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各方面都有一个整顿问题。要我们这些老家伙敢字当头，不要怕嘛！啊，这8、9年不容易呀。是啊，是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我这不是又回来了吗？小平同志说，整个整顿工作要以3项指示为纲。太好了，教育是应该整顿了。公交、科技4个现代化都和你们教育有关，可不能拖后腿啊！啊！小平同志很重视教育，他说，当前主要的危险是不读书，要我们从这里开刀。从教育开刀？是啊，
你好好体会体会吧。文化大革命是从哪里开始的？哎，老乔，要有气魄。可是我们学校的江涛，这你放心，现在形势不同了，再硬的石头也挡不住我们的路。天空大我人民的望，我们共同并肩来民主国。这也是大学，这也算大学生。倒车。邹秘书，回去立即通知召开省委会，全面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好的。过来。真不像话！这个班不能贯彻新精神，必须加以整顿。老黄，今天的会开得太紧张了。是啊，赵大姐和老姜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可是整顿和3项指示未纲是韩书记从北京带回来的。赵大姐，真没想到这股风刮得这么猛。是啊，刚才你在会上的意见很对。要是按照这个整法，那不是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大好形势通通整掉了？这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态度问题。该整掉的就得整掉。这回你们学校又是首当其冲，你可要有充分的准备呀。放心吧，赵大姐，我回去了。好，再见。邹秘书，在这儿，怎么搞的？这滴水声怎么没有从前那样清脆悦耳了？啊？好，我看看去。小林，小林，哎，小林，这滴水声你们怎么调的？不知道水声不对，韩书记就睡不着觉吗？赶快调去，快调去。邹秘书，这沙放哪儿啊？放在这儿，这儿。放这儿吧。不行，文化大革命前放哪儿，还放哪儿？哦，放在那儿，那儿。韩书记，乔主任和薛教授来了。关于教育要整顿的问题，薛老听说了吧？哈哈，道听途说。啊，
感觉到了一些。人的感觉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乔叔叔，薛教授，爸爸。怎么样，工农兵大学生，这几个月有点什么进步啊？我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参加了工厂农村的阶级斗争。我没问你这些。哦，我们还批了知识私有，上至下愚，要和工农划等号，做普通的劳动者。我是问你基础理论学的怎么样？流体力学、材料力学、量子力学学到什么地方？可江涛同志说，结合治沙任务进行理论学习，记得牢，用得上，收获大。收获，简直是一塌糊涂。我问你，大学生当工农，那还办大学干什么？听起来挺革命，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是啊，韩书记讲得很对啊。就是，韩书记，其实责任不在小芳啊。就是嘛，小芳的学习还是蛮努力的呀。对，就是江涛这个人。以后要多听乔叔叔和薛教授的话。好了，来吃苹果。小芳，这大苹果在商店里卖几毛一斤？4毛。这个小的呢？2毛。都是苹果，价钱还不一样。大学生怎么能和工农划等号？教育不整顿，怎么得了？我看这次整顿，先从调查教学质量入手。好，那明天我就把开门办学点的人都抽回来。大闯，开什么会呀？不知道。文老师知道吗？不知道。同学们，安静点儿。都坐好了，安静点儿。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为了贯彻教育整顿的新精神，我们首先要对教学质量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就请同学们进行一次临时测验。党委为咱们今天要讨论这件事。文老，怎么要考试？周老师，请你到前面来一下。周老师，请你把考卷发给大家。发吧。来，咱们一起发。
这是谁出的考题？哦，怎么？这不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脱离实际的那一套吗？乔主任说这是省里的意思。好喽，不要讲话喽。现在宣布考场纪律：一，不准交头接耳；二，不准看书；三，不准延长答卷的时间。大闯，党委讨论过了吗？你赶快找老姜去。好。不许搞小动作，这是考试。这是突然袭击。同学们，我们找党委去。钟大闯，钟大闯，你身为党委委员，带头冲击考试，破坏教育整顿，你矛头指向谁？谁走回头路，就对着谁。说得好。大闯提的问题值得深思啊！老乔，这场考试说明了什么问题？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嘛。老姜，我说两句。这次考试的确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做法差不多。哦，文老，如果把这次考试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那别人就不好讲话喽。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嘛，教学质量低，就老老实实的承认低，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整顿，赶上去就是了吗？答不上来就罢考，哼，这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吧？嗯。是啊，就是嘛。嗨，如果学得扎实，底子厚，那为什么怕考试啊？嗯，怕考试。王坚同志，你是校党委副书记，又是多年搞教育的老同志，你怎么能够同意江涛这么做呢？老乔，这不是江涛同志个人的意见，这是党委的决议。好，我保留意见。耀宗，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别去了啊！哎，要去。今天是教授会议，这样的会，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第一次哦，一定要去。你好，你来了啊！谢了，谢了，来了，坐，好坐，好。同志们，最近几天，在我们学校里，围绕这场考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情况大家已经了解了。据说搞这场考试是为了调查教学质量，进行教育整顿。
既然是调查嘛，就应该是全面的。所以，经过校党委的研究，今天就请在座的同志们也来参加一次考试。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好说这样，只是会太辛苦嘛，只是太辛苦，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会嘛？是就是说嘛，这是我们的通知就试题呢，公平合理，就用上次考学生的题目。现在请同学们发卷吧。哦，怎么？哎呀，这也没有准备呀！哈哈，学得扎实，底子厚，用不着准备。好，请老师们安静一下。现在宣布考场纪律：一，不准交头接耳；二，不准看书；三，不准延长答卷的时间。初闻考试时看经，一夕追今被觉醒。关乎路线重归正，教育革命万年清。好了，同志们，现在我宣布，考卷不论答的好坏，教授都可以继续当下去。单凭这张考卷是衡量不出同志们的实际水平的，但是它可以证明，那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教学方法是十分愚蠢的。有人说这是让同志们出丑，不对呀。大家来参加这次考试的本身，就是和我们一起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3年前，也是在这个教室里。还得退学呢，该退学就得退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嘛。小华，快送到医务室去。
坐下，大家都坐下。现在继续考试。薛教授，摧残青年，走，找党委去。乔校长，我抗议！你们不管学生的死活，搞突然袭击，把那么多工农调干生都赶出学校，我抗议！江涛，我宣布，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限你即日离校。江涛，江涛，你这是何苦呢？工厂只送咱们3个人上大学，只要你跟乔校长认个错，就会留下来。我们在这里前途远大呀！认错？他们逼死了刘晓华，这个学校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你值得深思的是，时间过去了13年，可是2张考卷完全一样。这种资产阶级抓了我们挣的历史教训，绝不允许它重演。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次考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否定教育革命的方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新娘，哥们，小红，小红，你怎么没接住啊？这没准备呀。哎，只要学得扎实，底子厚，用不着准备。哎，接住！哎，接住！哎，坐好来！张老师，江涛同志，这新精神你贯彻的不错呀。不及格也没关系，画个圈也是受教育，对他们还要多帮助。是啊，赵大姐，资产阶级打过来这一拳，让咱们顶了回去，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当然了，现在阶级斗争是越来越复杂了，关键是要警惕我们党内那些和资产阶级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物。哦，怎么这么高兴啊？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当然高兴了。欢迎你和赵准参加我们庆祝胜利的活动。好，欢迎赵准。胜利当然是应该庆祝，但是这只不过是在无产阶级遇到资产阶级突然进攻的时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好，继续战斗！来呀！快走，等会儿。要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发展大好形势。对，明天就把他们撤回来的学生送回开门办学点。再见，王坚同志。老姜。再见，同志。现在要特别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到了工地以后，一定要找小芳谈一次啊！再见。
刚才演的什么舞蹈？阿妹上大学。哪个阿妹？一个苗族的村姑娘。她通过考试没？哎，考试？哼，头一炮就打歪了。没有打歪。整个整顿工作，只要扣住小平同志指示的3项指示为纲这个核心，歪炮也是歪打正着。舆论界的人士呢？报社总编来了没有？来了，请。韩书记的小女儿在农村插队快1年了，她很注意政治影响，从来不提。没问题，今年上大学。我儿子刚好跟他在一个生产队。一会儿吧，一会儿吧。这是社论，题目是教育必须整顿，论3项指示为纲。这是小芳的大字报，大学生要做大贡献，准备明天一起放。把小芳的名字去掉，换上黄河大学工农兵学院。好。接下去就是2论工业，3论农业，4论科技，5论文艺。看，发那么多社论干什么？你们就是不懂得斗争艺术。有些方面的问题，可以用工农兵的名义发表文章嘛。就是要达到全面整顿的目的。韩林同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可没有宣传3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精神。你怕什么？小平同志的指示不算精神。另外，还要加上这么一层意思：教育搞得不好，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某些人对抗党的方针。就这个意思。明天见报。真是形势大好啊！是啊，这8、9年的小媳妇可熬成婆喽。这8、9年，我们跑快了，赶上了错误；跑慢了吧，得。错误又撵上了我们。这8、9年呐。是啊，黄河源呐，黄河源。你的青春又回来了。韩小芳，我问你，到底要整什么？为什么整？往哪里整？你说呀，你说，该整的多了。什么开门办学，上来下去瞎折腾，大学生毕业当工农，简直是极左啊！怕当2毛的苹果呀！怎么不当就不当？大学生和普通工农就是不能划等号。韩小芳，你过去也口口声声的说过，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说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怎么今天还是你，却用商品的贵贱来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还把自己和工人、农民比作4毛、2毛的苹果？你不觉得可耻吗？这套东西你是从哪儿捡来的？中央的新精神，你懂吗？什么新精神？还不是你老子的精神！过去全省鼎鼎有名的走资派，我看到现在也没改多少。什么？你敢对抗中央整顿的精神，还污蔑老干部？你，我问你，5期指示
提而已指示，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还算不能数。现在以3项指示为纲，3项指示为纲，哼！这省报上说的论3项指示为纲，我看不对味儿啊。对，有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批什么，他们现在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立什么，他就反什么，真不是东西。张涛最近回家了没有？回来了。哦，还问到咱们厂的情况呢。哦。各位师傅们，最近看报纸了没有？开门办学问题很多，省委指示，黄河大学的泄流排沙方案是缺乏足够科学根据的，因此闸门提升设备不造了。那淤在水库的泥沙怎么办？省委已经决定进口挖泥船排沙。那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方案吗？我不知道啊，是省里的决定。省里的决定是错误的。同志们，他们这是想一枪穿俩眼儿，一头在工厂里头搞关卡压，另一头要掐断教育革命的路，这办不到。同志们，咱们继续干。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爸爸，小梅，你怎么还没睡啊？爸爸，你来，我跟你说句话。爸爸，什么叫整顿呢？哦，小梅，你听谁说的？我们学校老师吵架了，王老说整顿好，于老说整顿不好，到底好不好呀？哦，你说呢？我说不好。王老说整顿完了，我们长大了，可以不上山下乡就可以上大学。好了，睡吧。整顿就是不让按毛主席说的办，反对新生事物当然不好。那你也反对整顿吗？嗯。那我也反对。爸爸，那你们也吵架吗？不是斗争。那我也要斗争。进来。哦，王坚同志，这么晚还没睡？你不是也没睡吗？资产阶级不让我们睡觉啊。嗯。省委宋秘书来电话，要求我们这期学报转发省报社论和小芳他们大字报。听说了，你的意见呢？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回想这8、9年走过的路，我确信他们这一套是错误的。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提出3项指示为纲呢？开始那阵子，我也老是想着这个问题，脑袋都想疼了。我带着这个大问号，请教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也发了布哈林、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那些反面教材。一场考试，一张省报，使我清楚地看到，他们又举起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旗向我们进攻了。你的意思是，
全文转载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和他们对着干。好，还有红旗杂志，你看，批宋江投降派这篇文章很有针对性。另外，再选几篇工农兵学员的大字报，都在这期学报上发表。哎，同志排队。对不起，我要赶火车。同志，找你钱。哦。瞧，学报为什么现在发表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准有名堂。依我看，这是对着省报3项指示为纲去的。省报，有开省报的没有？有开省报的没有？省报有新京山。哎，来，同志们开省报了啊！哎，同志们开省报，省报不要钱白给，不要钱。哎，同志们开省报。哎，不要钱白给了，开省报了。韩书记，乱了，全市都乱了。这是全省的理论刊物，要是传到邓副总理那儿，有什么反应？有人说把5月16日通知和3项指示为纲一对照，就觉得不对劲儿，好像有人要篡改党的路线。谁？他们说谁要篡改？他们说学报转载红旗杂志那篇文章，有人读了以后老是问：现代投降派指的是谁？是谁秉晁盖于108将之外？是谁一上台就把聚义厅改成为忠义堂，篡改党的路线？是谁受了招安就去打方腊，镇压革命造反派？是谁？你不要为古人担忧。现在讲的是安定团结，哪会有什么投降派？不过，在这个时候发表毛主席评论《水浒》的指示，一定是有所指的。我总担心神经过敏。你叫宋斌，不叫宋江。你马上去通知，要认真追查这起学报的背景，对攻击3项指示为纲的，要严加处理。是，坚决镇压。好，还有这起学报要立即停止发售。为什么停售？这里边肯定有问题，明明还有吗？哎，请同志们闪开一下，送学报来了，同志们让一让。我们是给报亭送的，大家要买就到报亭排队买吧。他们不卖了。你看，他们已经挂出停售的牌子了。不卖了。大壮，咱们卖了。好，我们卖。老姜！于梅，什么事儿啊？老姜，省里把老耿同志的革委会副主任给撤了，还说要开除他的党籍。啊？他们凭什么？因为老耿同志带领大伙学习了这期学报转载的几篇文章，对3项指示为纲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就说老耿煽动工人反对省委、反党、反中央。老姜，大闯被一伙坏人给抓走了。在什么地方？在报亭卖报的时候，有个留小平头的家伙带了一伙坏人，又打又抢。你们先回去，我去找韩林。宋秘书，这都用不上嘛。马列的著作都找遍了，没有找到论3项指示为纲的语录。你们就是不下功夫。
我跟你讲过几次了，要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差不多类似的语录也可以嘛。江涛是个工人，他懂多少马列？你看，我一翻就翻到这句话，就很不错嘛，很有力量。韩书记的水平在那儿嘛。你们就是不认真呐。今天是9月17号。是啊。9年前，也是今天，江涛带着一伙子人冲进来造反，是不是？对，就是那小子带头闹的事儿。你看，这就是铁证，历史将证明我无罪。9年了，历史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今天该收场了。坐，韩林同志，一个老工人，因为不同意你们所谓的整顿，被你们又撤职又批判。这一期的《学报》因为发表了几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就被你们查封扣押。钟大闯卖了几份《学报》，就被你们抓了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今天和这个对着干，明天和那个对着干，现在跟省委、跟中央干上，一会儿要大学生去当农民，一会儿整教授。这次又反起3项指示为纲。你看，钟大闯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他说，某些人打着实现4个现代化的旗号，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某些人指的是谁？谁把资产阶级法权当成命根子，就指的谁？难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罪吗？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多革命啊！可你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吗？你能够解决卫星上天的问题吗？能解决自动化、机械化的问题吗？将来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呢？文化大革命乱了9年了，全省几千万老百姓，他们盼着什么？他们盼着菜篮子里装上更多的猪肉和青菜，住上更宽敞的住房，穿上更漂亮的衣服。你的话对我很有启发。这儿也有一段有名的话：光有革命的冲动是不够的。就是嘛，那是空谈，是假革命。还有，你听下去，我们还需要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需要有书和良好的住宅，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吃的，更多的好菜，学校、住宅和芭蕾舞。韩林同志，你们想把不搞现代化、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帽子扣到那些好同志身上，可是正是他们
踏遍了黄河几千里，找出治沙的方案，是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生产出治黄的机械设备，正是他们心里装着黄河两岸几千万人民，是他们就是被你们撤职、批判、镇压的那些好同志啊！江涛同志，你懂吗？我们要搞4个现代化，我们是要搞现代化，可是我们更懂得不抓阶级斗争，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搞现代化，可是他们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那里的革命者住的是监牢，戴的是手铐脚镣啊！你不要扯远了嘛。我们讲的3项指示为纲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而且是有理论根据的。你听听列宁是怎么说的。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都要放到纲的位置上。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41页，老祖宗的话没有错吧？哎，同志，要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啊，不然会出大笑话嘞！念下去，接着念下去。韩林同志，你刚才念的是列宁引用布哈林的话，下面就是列宁对布哈林这个观点无情的批判。列宁同志说，如果说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韩林同志，你把布哈林当成自己的老祖宗了，这是偶然的疏忽。不，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正说明一切搞扶贫倒退的人总是本能的追随机会主义。你放肆！3项指示为纲，你也知道这是谁提出来的。你这样干下去，可要考虑考虑后果。3项指示可都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从来讲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你们把毛主席的话按你们的需要抽出几句就说成是纲，用这个办法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你们这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讲得好，赵大姐，你看，我们已经收到几百封工农兵的来信了。人心、党心、党员之心是不喜欢你们这一套的。刚才绝大多数常委都来了，对你不经过常委讨论就扣押学报都非常气愤，坚决要求把这件事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同时增印5万份学报，把毛泽东思想送到广大群众的心里。赵大姐，老耿已经恢复职务了，大厂也回学校去了。太好了。要北京，邓副总理。黄河有奔腾的
芳，你怎么自己回来了？你爸爸说你再回来的时候用小车去接你。小芳，你回来啦？阿姨，给。听你妈说，你爸爸让你到外国去念书，说什么学真才实学。留学？哎，我爸爸在哪？后院钓鱼呢。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一直在挽救他，使他不至于越陷越深的。但是事与愿违呀。是啊，韩书记对他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啦。直说吧，你们到底要对江涛怎么样？老王，那你看，这是我和中央通话的记录。小平同志批评我们处理问题太不果断，太手软了，挂职下放，这和撤职有什么两样？可以自己去理解嘛。江涛这些年打击排斥老干部，你深受其害，应该起来大胆揭发嘛。韩林同志，你这不是在挑拨吗？7、8年来，我们在一起工作学习，他从来没有压我，也没有压过你乔伯仁。他一直是真诚地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尊重我们，爱护我们。从他身上，我看到文化大革命培养锻炼起来的新干部的可贵品质，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立场和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你们为什么对他做出这种决定？这是迫害。老乔，把江涛撤掉后，立即宣布撤销开门办学点，把大坝工程上的人也撤下来。看来王坚也靠不住，干脆一起撤掉。他是老干部嘞，不听话，新的老的一块撸，当然也要有步骤。好，今天晚上你协助宋秘书开好校党委扩大会。我继续宣读。第3，免去工宣队张海同志黄河大学党委副书记职务。免去工宣队黄迪、李猛、李海泉校党委委员职务。调回原单位工作。希望你们回到工厂，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多做贡献。张海同志主管的教改工作由薛耀宗薛教授负责。说说理由嘛。很清楚嘛，就是要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说得对，完全正确。好，我继续宣读。第4，江涛同志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乱提极左口号，给省委施加压力，对抗落实3项指示为纲，对抗全面整顿，破坏安定团结。因此，省委决定江涛同志挂职下放，由乔伯仁同志代理黄河大学党委书记职务。省委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哼，纯属是造谣中伤。我抗议这种迫害行为，要求省委撤销这个决定。同志们，挂职下放也好，全面整顿也好，无非是一个意思。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搞的这一切都是不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好的。哼，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扶贫倒退行为从来是短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经历了10次路线斗争的考验，它屹立着，向黄河的中流砥柱迎接1000次、10000次的挑战。好，不，这是在给江涛鼓掌呢，局面不好控制啊。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把首长的精神一传达，群众一定会觉悟的。好的，韩书记，马上好。老大爷，别鼓掌了，你上当了。同志们，下一步党委的工作，第一，我们要继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全校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定不移的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第二，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开门办学，原有的97个开门办学点，一个也不撤，门要越开越大。同意江涛同志提议的，举手。同志们，不要上他的当。江涛，你不要执迷不悟了，挂职下放，这是给你悔过的机会。他在煽动大家反对中央。同志们，明确告诉大家吧，我宣读的这个决定是有来头的，是按照小平同志指示的精神决定的。同志们，不管有多大的狂风恶浪，黄河水绝不会倒流。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江涛同志，
为什么敢把17年批臭了的东西又搬出来？韩林为什么明目张胆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毛主席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爸爸，有人说你犯了大错误，说你是野心家，想当大官儿。爸爸可不喜欢眼泪呀，啊？爸爸，咱们回工厂去吧，耿爷爷他们都喜欢你，妈妈说要接你回工厂。小梅，你去睡觉吧。嗯。玉梅，你这还是头一次来接我的吧？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你送我上战场，搞合作化、治黄河、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也是你送我去战斗，可从来没有把我从战场上往回接呀。老姜，回工厂一样干革命，咱们工人抱成团，跟他们斗。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要是毛主席问咱为啥回工厂，你说该怎么回答呢？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风里雨里干革命，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有人说，你反对省委，反党，反中央。你相信吗？是啊，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陈独秀、刘少奇、林彪都是打着中央的旗号。今天的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当然不能。可是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我们要和广大群众一起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正头，老耿同志，你怎么来了？厂子里的同志们让我来看看你。哎，老耿大爷，玉梅，怎么楼下还有盯梢的？哦，那大概是韩林给我派的警卫员呢。真不是东西。昨天晚上，他们就把你挂职下放的决定传达到工地上，大伙压根儿不理他们的茬儿。咱们厂子的同志们合计了一下，让我连夜赶来，叫你顶住。整个工人阶级都是跟你站在一起的。老耿同志，临来的时候，同志们让我把这个带给你。耿同志，这面红旗上留下了我们工人阶级的鲜血。教育这个阵地，我们要永远占领下去，要不停顿的向资产阶级进攻。老姜这么干，我真替他捏把汗。怕什么？天塌不下来。塌不下来？走着瞧吧。江涛这么狂妄，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你炸我什么？你那么为走资派卖命，都给你什么好处了？老姜，乔主任到刘家渡去撤点了。运气赛的汽艇也给卡了。那还行，没有汽艇，汽油车费怎么运上来？走，咱们去看看。大娘用皮筏子送你们。好，给。同志们，快点拆，要快点装，把那帐篷都送到第一辆大卡车上去。快，抓紧时间呢！快上车，快上车！抓紧时间。对，要抓紧时间呢。不想走也不行啊，这是上级的指示。就是嘛，小红，沈牛，别磨蹭了，快装吧！快！快！快点！老耿同志，再见了，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请多提宝贵的意见。哦，老乔的意思是让我说几句，行啊，我说几句。简单点儿，风快上来了，别叫同学们淋了雨啊。对，我们送去的学生淋不坏。同学们，我说你们这些学水利的，也要学一学辨别风向，是刮东南风还是刮西北风？是先顺风浪，还是先逆风浪？好了，就到这儿吧。呸！同学们，我还记得刚才那话茬说，
黄河的水，不管拐多少弯，总是要流进大海的。我相信，你们经过这次风雨啊，会回来的。老耿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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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这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别第一辆车先开走，不要开。老郑，你可来了！老耿家来了。好，好，走，老乔，要撤点儿。是的，单位决定一个点儿不准撤。江当同志，老姜，好，你应该明白，现在是由我主持单位的工作。那就请你按照单位的决议，带领大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吧。江涛，你薛老、文老，我们走。走，咱们走不到一块儿了。哎，薛老，咱们走。同志们，同志们，为了保证在3天之内完成第1阶段的工程项目，这里的革命师生统统集中到大坝的工地上去打歼灭战，实现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气船卡了，没有什么，咱们肩拉人拽，迎着风浪前进。韩书记，江涛他没有一点服输的样子，王坚也和他一样，还在对着干。好。工地上贴满了大字报，说你走资派还不够，又发明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怎么？他们把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搬出来了，叫江涛这么一折腾，再加上王坚的支持，办学点儿一个也没有撤回来。更严重的是，大字报里还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大字报的包头，不仅对着我，而是直接攻击邓副总理。难怪邓副总理批评我手软，把王坚撤掉。江涛们，我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大娘，江涛被抓走了啊！下毒手了，走！快！
30年前，就在这棵老槐树下，还乡团也抓过人呐。那时候，韩林是这儿的地委书记。他说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他到了咱们这儿，下令解散各村的民兵武装。有一天晚上，还乡团趁机窜到了我们村儿。哎，他们是又烧又抢，韩林也被他们抓了起来。那时候，江涛是我们村的儿童团长。这30年，人们走过的道不一样啊。那个被江涛救过的韩林，解放后进城当了大官儿，就和咱们黄河人民的心越来越远了。看合作社有他，大搞3字一包有他，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运动也有他。唉，没想到啊，当年被还乡团抓过的韩林，今天他也成了还乡团，抓走了江涛。大娘，一定要和走资派算账。对，孩子，别哭，要像江涛、赵大姐那样和他们斗争。韩林同志，自从你恢复工作以来，你的所作所为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现在你竟然私自把江涛同志监禁起来，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赵鑫同志，你应该知道，江涛的反党反中央，这是问题的实质。那就把你所谓的实质摆到省委会上，公布给全省人民嘛。哼，江涛敢这么干，他不是孤立的，背后
一直有人在支持他。不错，我是支持他的。要揪后台，没有什么了不起。雪山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如果谁要坚持推行错误路线，办不到。看守人员换了7个，连炊事员也受了江涛的影响。韩书记，我们审了他多次，还是那个死硬派。我看您跟他也谈不出什么结果。谈不出结果也得谈。赵主任向中央上告了这件事，群众也经常来闹。那没关系，现在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只要他转变立场，赵老太太的上告就会完全失效。江涛同志，哎，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看看他们怎么搞的。韩书记几次跟他们打招呼，不让他们给你带上这个。照直说吧，你们今天又要耍什么新花招啊？不，今天是韩书记亲自来看望你。啊，老姜，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啊，还好吧？很好，你们的刑罚无损我一根毫毛。你还是这么固执。该定个罪名了。我犯的是反复辟罪呢，还是反修防修罪呢？不谈这些，不谈这些。老姜，我是了解你的。咱们不是还有过那么一段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血肉关系吗？啊？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同路，但不同心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比坐在省委的沙发上更能说明你我之间的阶级关系吗？不要这样看问题嘛，老姜。这8、9年，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8、9年，我也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劝你还是要正视现实。由邓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这是大局已定。你就写这种检查，永无出头之日。你们是决心不跟着毛主席走了，谁想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好啦，老姜，你不要目光短浅。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只要你能跟着我们干革命，将来省委这个班不还是你来接吗？卑鄙无耻！你给我滚！江涛，你不要充好汉。你想过没有？当你戴着反党的帽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是多么痛苦啊！
你要知道，你做的是无产阶级的牢房。你们走资派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工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我感到无上光荣和幸福。我坚信，马列主义必胜，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把那个玩意儿给他带上。潘林，革命人民一定要惩罚你们。敬爱的毛主席，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您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我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会带领我们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大反击。会儿就能看见爸爸吗？于梅，不要难过，现在不是很好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咱们讲话了。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一夜都没合上眼呐。好几个月了，真不容易呀。我去看了他几次，
都不让见。后来我到省委去找你，没想到他们把你也给整下去了。哎，真狠毒啊！妈妈，爸爸就在这儿上班吗？妈妈，你说呀，你说呀。同志，蒋涛，孩子，你受苦了。啊！大娘，走资派，心真毒啊！老姜，玉梅。现在毛主席替咱们说话了，老姜，你看，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现在形势大好，群众都轰轰烈烈动起来了。是啊，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走在运动的前面才行啊。老姜同志，送给你的材料。哦，我正要找你。其他地方都很好，我改了2处。跟他们说，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牢牢掌握批邓大方向。好，小芳，你出国留学的事儿吹就吹了，只要你爸不倒，怎么都好办。小芳，江涛啊，再见。小芳，晚上我等你。好。你怎么回来了？啊，有点事。你了解他吗？姚明丽。怎么了？他工人出身，留过苏，业务上有2下子，对我蛮关心的。小芳啊，和他接触可要警惕呀。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和工农划等号，那反革命分子就可能找他划等号啊。好，马上发下去。还要通过批邓把生产促上去。好。赵主任，北京电话。老姜，你在这儿啊，到处找你。咱们黄河水利机械厂的全体工人一致建议，把省里的各系统批邓大会放在黄河大坝上召开，用放水排沙的钢铁事实批判邓小平。好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样，咱们又报喜又批判。对，咱们来个先放水后发言。好，让黄河给咱们助威。好。毛主席党中央一再打招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带头揭发批判。党中央对干部的爱护，
真是无微不至啊！可惜韩玲是一句也听不进去。昨天我又找他谈了一次，还是那老样子。毛主席的指示一发表，他就躺倒不干了。哼，我看他是一搞修正主义就拼命，一搞社会主义就生病。说是生病，可比上班还忙。最近宋秘书一天到晚四处活动，他们这种不正常的活动，绝不是孤立的，是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密切相关的。你看，这是最近的敌情动态。阶级斗争是越来越复杂了。韩书记，乔伯仁和薛教授都说有事儿不能来，现在他们是越来越难请了。哼，鼠目寸光。他以为我们都完蛋了吗？小平同志还在工作吗？北京天安门前活动起来，我们这儿火药味儿也很浓了。是啊，韩书记，你看看这份敌情动态上说，姚明利经常找韩小芳。哎，干！两会一块儿请，同志们，哎，委员长回来了，列位，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委韩书记的公子韩小芳。老弟，还认得彪子我吗？啊！过去咱们在一块疗养啊，避暑。哎，文化大革命一搞清查，我老子他妈成了叛徒。这回该轮到你的老子了啊！我是韩小芳，请你参加我们的拯救四化委员会，咱们一块儿跟他们干。你看见了吗？委员们，现在省委韩书记的姿态对我们很有利啊。老柯，咱们的事业成功之后，你这个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可以换成部长的桂冠喽。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呐。事成之后，先绞死江涛。对。怎么害怕？你不是叫我来讨论实现4个现代化的问题吗？书呆子4个现代化，首先是权。天安门前现在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也要在中央老邓的旗帜下大干一场。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和工农划等号，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可能找他划等号。站住！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回家，明天一早统统上大坝。老心在我们大环境，风潮在天际，老心在我们大环境，风潮在天际，万里红豆紫菜，红地开反复地。万里红豆紫菜，红豆地开反复地。同志们，
为了确保泄流排沙的成功，我们在大会召开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请各组报告准备情况。吊车准备完毕。万字仪准备完毕。水文测量准备完毕。好，预备。不许开闸！不许开闸！乡亲们，哎，乡亲们，都敬礼！哎，我们打开水洞的底孔，这山坡就要倒塌，大坝就要垮，黄河下游的几个县就要房倒屋塌，大大小小的全下，都被黄河淹没，我们大家可就全都完蛋了。哎，乡亲们，你都知道吗？全都完蛋，你们呐！哎呀，同志们，他这完全是造谣。我们已经试验过几百次了，大坝绝不会垮。对，大垮！乡亲们，我是省委的，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哎，他是省委的，打开水洞底孔，大坝就要垮。这回韩书记为了关心大家的生命财产，从国外进口了挖泥船，可江涛就是不让用。姚明丽，挖泥船的事儿是省里走资派韩林按照邓小平的旨意，用了大量的石油向外国买了几条破船，根本不实用。我说姚明丽，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今天你又提挖泥船，是别有用心。别听他的，韩书记为了让大家过好日子，可江涛的目的是打击老干部。对，就是打击老干部。同志们，今天这个大会由我们拯救四化委员会主持。对。成立。下来，你要干什么？四化委员会什么东西？想不到大坝上闹事了，看起来群众还是很拥护您呢。杨涛，我看你怎么收场。对，是的，赵主任，他们已经公开亮出拯救四化委员会的旗号。对，我们按照省委会的预定方案采取措施。好，老将，马上出动民兵，把那些坏蛋抓起来。要抓，但不是马上。那现在怎么办？有些群众受蒙蔽，两类矛盾混杂在一起，越在这样时候越要冷静。你想一想，他们为什么敢这样疯狂地破坏批斗大会？为什么要抬出韩林？你是说走资派是后台？是的，他们的心脏在党内。我们只有首先揭露走资派，才能教育那些受蒙蔽的群众，然后孤立小撮反革命，给予无情的镇压。好，等等，你去通知民兵指挥部，让各单位民兵集合待命。是，我马上去大坝。是。江涛在哪儿？出来！打死江涛！江涛！你们是干什么的？谁派你们来的？我是黄河两岸贫血运动的代表。你是反革命。同志们，现在我代表省委宣布，他们的所谓拯救四化委员会是反革命组织，他们今天的活动绝不是孤立的。这几天在北京天安门前，一伙反革命暴徒也是这么干的。谁敢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闹事，就打倒谁。谁要在天安门前闹事，我们班先农的绝不答应。
军镇压反革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老将，我错了。江涛镇压革命群众，不要抓人嘛，放开他们！放开！我去江涛镇压革命群众！放开！拥护韩书记！放开！拥护韩书记！韩书记！拥护韩书记！同志们，我来晚了一步。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是有责任的。今天这个大会是省委批准召开的，因此任何干扰这次大会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妈的，怎么太唱这个调？你懂个屁！好好听。群众中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乃至错误的意见，应该允许自由辩论吗？你这是在为敌人讲话，我们绝不给反革命分子以言论自由。江涛同志，一个新干部要学会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去年7、8、9，大华又请翻案风，你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你说过正确对待群众吗？今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要夺共产党的权了，你倒说是群众运动，你保护的到底是哪个阶级的人？我还是省委书记，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调动民兵。坝上一旦出现反革命闹事，立即出动民兵镇压，这是省常委会的决定。你们这个决定是根据哪一条？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根据哪一条？马克思的书上、列宁的书上、毛主席的书上都写着，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党纪国法。没有这条护身，无产阶级就要掉脑袋，这就是历史的教训。老姜，你看这些反动传单，太恶毒了，这是他们的告全省同胞书。韩林，他们书写反动传单，恶毒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公开拥护邓小平，这是什么革命群众？全体民兵，立即出动！好，江涛同志，要坚决的镇压。这里的暴徒也很猖狂，我们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押进去，走！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想在中国的大地上制造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他们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自取灭亡。今天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一定要深入批证，把反击右倾翻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否则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依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就可以公开的用暴力向共产党夺权。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江涛，这是针对你的。江涛，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你所说的中央，无非是邓小平。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英雄人民。大姐，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党中央毛主席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项决议。太好了，马上宣布。好，大家安静，现在宣布中央决议。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特大的喜讯，党中央毛主席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项决议。第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第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2项决议。我们英雄的革命人民，就像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怒涛，他把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污泥尘沙都冲进汪洋大海。让我们世世代代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开展100次、1000次、10000次对资产阶级的大反击。